今天是2020年11月7号。我在准备今天节目的时候呢，华盛顿时间今天中午的12点，美国各大媒体呢都宣布拜登呢赢得了本轮大选。那么赢得大选最关键的这个州是今天这个宾夕法尼亚州宣布拜登获得了胜利。他跟川普总统之间的这个胜出的这个票，宾夕法尼亚州宾州胜出这个票连1%领先的优势都不到。那么按照美国有很多州都有这样的规定，如果大选双方得票率如果在1%的差额之内，应当是重新计票的。但是宾州呢完全无视这个规定，尤其是宾州是在昨天晚上，最高法院大法官已经对他2次下令，要求对11月3号晚上8点之后投票和送来的选票停止计票。另外储存的这个命令之下，宾州呢完全无视最高法院大法官的决定，他们仍然继续计票。然后计票的结果，他们在今天已经做出了宣布。按照他这个宣布，也就是毫无疑问来讲，拜登赢得了宾州的大选，赢得了宾州的选举人票之后，拜登呢他就以284张选举人票呢，现在获得了胜利。所以拜登呢喜形于色，他马上就把他的推特改成了现任总统。我就不知道他是不是现在马上就会对他老婆说，现在他老婆已经是第一夫人了，因为1个月前呢他就讲过这个话。那么对拜登当选这个消息呢，是美国各大媒体都播发的。美国的媒体呢从来呢都是站在民主党的角度，站在民主党的口径。川普总统本人在大选之后发表过一个电视讲话，在白宫发表一个电视讲话。川普总统在发表电视讲话之后，基本上美国所有的电视新闻网，美国重要的媒体，他们全部是掐断了川普总统当时正在发表的电视讲话。Well, we're interrupting this because what the President of the United States is saying, in large part, is absolutely untrue. Thank you very much. We're watching President Trump speaking live from the White House, and we have to interrupt here because the president has made a number of false statements. Today morning, he's been making a lot of, frankly, false accusations. Here we are again in the unusual position of not only interrupting the President of the United States, but correcting the President of the United States. 也就是每个媒体他们可以随意中断总统的讲话，并且他们告诉选民，总统这个讲话讲的不实总统讲的话有虚假他讲的这话没有根据也就是媒体他们可以随便停掉总统的话，而且呢妄加评论。你们应当让总统的话让所有老百姓听到，老百姓有这个智商，有这个智慧，老百姓有这个分辨能力，不需要你这个媒体去告诉老百姓总统讲的话有多少虚伪的成分。那么拜登现在讲的话难道就没有虚伪的成分吗？所以说现在呢，因为美国的媒体完全操纵，完全颠倒黑白，导致了美国本轮大选呢出现了非常多的让人费解的事情。这也就是大选的争论呢，就导致了美国的制度呢受到很多人们的怀疑。这时候中共最高兴了，中共趁机添油加醋，趁机扰乱整个美国的大选，趁机对老百姓散布，你看民主制度有什么好的你看美国民主制度有什么好的，他们选总统选到今天都选不出来，他们总统好几天都诞生不了，他们彼此吵得一团糟，这个民主制度看来就是不行嘛，只有我党领导的好吧，还是伪光正好还是共产党一党专制好所以共产党就号召老百姓怀疑民主制度。连美国这么伟大的民主国家制度都是不好的，你还相信哪个制度还是我共产党一党专制好因为你看美国他始终选不出总统来嘛，因为投票选举这个问题大家都很清楚，民主国家的投票选举和专制国家的投票选举，他们出这个结果是完全不一样的。台湾选总统早晨选，晚上就知道，是当天出结果。中共搞投票选举是今天选，昨天就知道结果了，谁不知道你们明天选的是谁那朝鲜选领导人是根本不用选，早就知道，不选都知道。美国呢是不知道，什么时候知道才有结果。那么美国今天这个结果的诞生，现在目前来讲，川普总统是肯定不认输，川普总统一定会依法维护自己的权益。那么最终整个今年大选是否有舞弊事件，最终谁能入主白宫，谁能当选2020年度的这个总统，由美国最高法院由大法官决定，不是由媒体宣布。拜登他自己也不敢宣布拜登本来是要搞一个庆祝会的但是呢，拜登看看这个庆祝会不敢这样去讲，他只敢说什么，说我们即将赢得大选。因此呢，当媒体宣布他胜利时候呢，他只敢在推特上偷偷把自己改成了当选总统。那么
么拜登在胜选后发表讲话的时候，可以讲拜登逐字逐句都是按照大屏幕来读那个字的。拜登的老年痴呆症，我相信绝大部分的网民都已经看得到。拜登未来的执政，拜登是没有什么治国能力的，也没有这个治国的良策，更没有这个体力和精力。所以说，大部分那个国家是操纵在民主党像贺锦丽这种疯疯癫癫的女人手上，大部分是操纵在南希·佩洛西或者希拉里这一类民主党的大佬手上，也就是这几个女人最终会把美国带入深渊。大家看得很清楚嘛，奥巴马的8年是美国衰败的8年，是美国价值观坍塌的8年嘛，也是文明灯塔黯然失色的8年。拜登他不过是一个牵线木偶，他目前来讲，即使是被抬进白宫，那么拜登一定是延续奥巴马的路线嘛，全球化的路线嘛，也就是给中共继续续命嘛。那么全球化就会导致美国所有的这些支持民主党的这些金主，他们都可以获得钱嘛，因为全球化才可以让美国的资本家们赚钱嘛。同时呢，奥巴马的政策一定是让恐怖分子恢复元气，中东的和平会陷入危机的。所以说，伊朗的总统鲁哈尼在前2天就已经发表了讲话，他就说下届美国政府将屈服于伊朗。你觉得鲁哈尼这个话是随便讲的吗？正是因为川普总统来了，伊朗被打得七窍生烟。但是现在拜登来了，鲁哈尼就非常兴奋，高叫的下届美国政府将屈服于伊朗。所以说，屈服于伊朗的日子，美军大兵被伊朗打得爆头，跪在甲板上的那一幕就会再现。尤其是大量的非法移民涌入美国以后，然后美国会爆发更多的种族冲突。这种种族冲突，我们在今年2020年黑名贵这个行动中已经看到，打砸抢烧可以讲在美国遍地狼烟四起。法国发生的激进的伊斯兰分子杀害天主教徒这一幕，在美国不久就会上演。只要是民主党，只要是拜登，只要是贺锦丽这帮人执政，美国一定会陷入更大的种族矛盾、种族冲突之中。尤其是拜登这个动不动就向专制下跪、向政治屈服、跟专制勾兑的这么一个总统，将会给美国的政源带来丧失。大家不要认为我现在是挺川普、黑拜登，我可以讲，如果是公平公正的选举，是遵守法律的选举，没有任何理由你不承认选举结果的，因为我们不是挺川嘛，我们是护宪，我们是维护美国的宪法。尽管我知道拜登如果当选，民主党会把美国带向深渊，但是只要拜登他是按照美国联邦选举法公平公正的参选，没有任何舞弊的参选，让真实的选民，而不是让那个信封里面的选民，包括那些死亡的那些幽灵选民来选举，他如果胜选，我们理所当然的会接受。所以说，当美国的这个民主制度遭到破坏的时候，很多人都惊呼，尤其是中共惊呼民主制度不好，这完全是中共的谎言。民主不可能是没有坏人，但是每一个在民主制度下作恶的坏人是必然要受到法律的严处的。民主制度不是最好的制度，但是民主制度是最不坏的制度。民主制度是有自我修复的功能，民主制度是绝对看到当它这个制度中出现什么问题之后，它马上就有自我修复的功能。尤其是民主制度不会让好人受屈，当好人受到委屈之后，民主的制度将会彰显法律的公平。而专制制度不是啊，专制制度只可能让好人受屈，只可能让坏人作恶得到猖狂，专制制度只可能维护坏人的利益，专制制度只可能让那些最坏的、最恶的、最无耻的人把控政权，然后让好人受冤。这就是民主制度和专制制度的区别，根本就不需要讨论民主制度和专制制度谁好谁坏的问题，这就是讨论应该吃饭还是吃屎的问题。这种问题我们根本不需要讨论。美国的民主制度是伟大的，拜登即使是当选，只要他在合法、公平、公正的情况下，他当选总统是理所当然我们要接受的。川普总统也可以通过法治武器来维护自己的权威，维护自己的尊严。当最高法院大法官决定这个总统仍然是拜登去当的时候，我们没有理由不接受。所以说，最终的结果还需要最高法院大法官他们根据所有这次选举里面所发生的各种舞弊事件，由他们最终定夺。因为现在这个计票结果肯定不是最后的结果，任何计票都有可能产生差错。这种差错只要公平公正的去处理，只要认真按照美国的宪法去审核，那么重新计票后翻盘的结果是完全有可能的。目前来讲，密歇根州就有一个议员，因为重新计票后他的这个结果已经翻盘了嘛，也就是密歇根州奥克兰县共和党的参议员，他的名字叫亚当。他在本县接受投票后，开票后，选举委员会告诉他，他以104票输给了民主党的候选人叫哈特曼。他虽然感到十分诧异，因为他自己感觉到他在本县的支持率很高，但
但是呢，他又没有这个财力给本县呢选举委员会去交钱，然后要求呢重新计票。因为按照当地州的法律规定，也就是如果有选举人对选举结果不满意，要求重新计票的话，你是需要先交纳费用的。这个费用交纳之后，如果这个选票他重新记录之后，如果你仍然是败选的话，那这个钱就没收了，除非你是胜选，胜选这个钱会退给你。那么川普总统在密西根州要求重新点票也是这么一回事，密西根州现在开出了要8000万的这个费用。那么作为这个亚当这个参议员，他显然是没有这个能力去交钱要求重新计票的。但是这个县的选举委员会里面有共和党的监票员，他们就发现计票呢有很多错误。这个错误呢主要是双重投票，也就是有的人呢他既邮寄了选票，同时他本人呢又到投票站呢现场投了票。这样的话呢，就导致了他的选票呢被2次计算，重复计算。因为有重复计算的这个错误，最终呢这个县呢就重新把这个票呢重新计票之后，然后这个结果就翻盘了。也就是共和党的这个议员亚当，他最终他不是输掉了100多票，而是赢了1127票，他最终就当选了。所以说计票之后重新改变选举结果的例子是有的是的。现在拜登他认为他领先了，不见得他就是最终能够入主白宫的总统，因为很多州还在重新计票。赢得本轮大选的最重要的关键州宾夕法尼亚州，现在拜登仅仅是比川普多了1%的票都不到。而且宾夕法尼亚州现在还发生了大量的军人选票被丢到垃圾箱，这些选票如何处理，目前来讲都还有争议。所以说并不是现在的结果就是最终的结果。因为拜登他现在胜选，他这个胜选里面获得的这些选票让你感觉到逻辑上解释不通嘛。拜登本轮大选他已经比上一轮民主党的候选人希拉里多了1000多万张选票，这1000多万张选票你觉得从哪里来的呢？拜登就有那么大的魅力吗？美国的民主党民众在4年前投选了民主党的希拉里，凭什么现在会多出这1000多万张选票呢？是不是共和党就有1000多万个反叛者，也就是1000多万个选票本来投川普的，现在全投到你拜登头上，才导致了你拜登比希拉里能多1000多万张选票呢？如果是这样的话，那川普应该他的总选票比2016年获得的选票至少要少掉1000万张啊。但是事实结果不是这样的，光有拜登的增加，没有川普的减少，那这1000多万张从哪里来的呢？所以说呢，现在本轮选举的这个结果呢，很多地方是经不起推敲的。密歇根州已经爆发出有47个郡都使用了那个开票软件，这个开票软件也就是把本来投川普的票全部寄到拜登头上，这完全就是选举软件作假。那么在这个情况下，当地的计票人员解释是人为疏忽。那么在4号的凌晨，密歇根又突然出现了13万8千张投给拜登的这个所谓幽灵票，这个票的产生也被密歇根州他们当地的选举委员会解释为输入错误。我非常不理解，为什么每次输入错误，为什么每次软件造成的错误都是拜登的票，都是川普受损失，怎么从来没把拜登的票寄到川普头上呢？为什么没有发生在一次拜登身上的输入错误，而总是发生在川普头上呢？所以这些问题你都经不起解释的。本轮大选里面的疑点太多，尽管现在媒体已经全部宣布拜登胜出，你认为拜登真胜了吗？美国总统的胜利从来不是由媒体来宣布的，而是由宪法和美国人民宣布。可以这样讲，今天早晨媒体虽然宣布了拜登已经获胜，但是真正的战斗才刚刚开始打响，因为它是一场维护美国宪法的战斗。这场战斗在美国全美50个州，在今天在全美主要各大城市，全部有涌入街头的美国公民、美国民众们，为保卫他们的自由，为捍卫美国的宪法，他们走上街头声援川普总统，尤其他们要求大选的公平。在坚持大选公平的情况下，每一个美国民众有权利要求本次大评要做到绝对的公平公正。尤其是有几个尚未得出最终开票结果的，包括争议很大的州亚利桑那州。亚利桑那州在尚未开票的情况下，很多反对川普的那些左派媒体都已经宣布拜登已经获胜了。所以说当地非常多的民众，他们完全反对这种宣布，有上千名群众来到凤凰城开票中心的门口抗议现在左派媒体的这种宣布，要求公平计算选票。我现在位于亚利桑那州最大的开票中心门口，大家可以看到，在我的身后已经聚集了上千名民众，他们要求计算每一张合法的选票，并且拒绝任何舞弊的现象。现场民众热情高涨，不断挥舞旗帜，高喊口号，要求亚利桑那州计票部门公开透明，只计算合法选票。
当局在现场设置了围栏，将与会者隔离在计票中心之外。Whether you're a Biden supporter or a Trump supporter, the people have a right to a fair election. The numbers have to be counted, they have to be verified. When you close it off to people not being able to see that process, I don't trust that process. It should be visible. What do you have to hide? Why are you hiding it? Why don't you have cameras in there? Why isn't the media in there filming all the time? 事实上，周五一早，亚利桑那州再开出6万多张选票，其中投给川普的占50.6%，拜登占45%。有选民表示，目前还有23万多张选票未完成计票，主流媒体就仓促宣布拜登拿下亚利桑那，那是无稽之谈。They were predicting the winner without the whole count, so to me that was corrupt. So we have to wait an hour, 10 hours to find, and they're still counting. So that's why none of us here really trust the mainstream media. 亚利桑那在过去一直是共和党占多数的州，然而主流媒体宣称，目前该州已经被翻蓝。对此，亚利桑那州国会议员保罗·格萨尔指出，科技公司、媒体巨头通过释放错误的民调数字，让人们有了先入为主的概念，企图左右选举结果。The platforms like Google and Facebook, look at the censorship that has occurred here. Look at, we banned subliminal messages in television and stuff. Why can't we ban the media from their propaganda, forcing people to be disheartened because of their polling? And we've seen it now in 3 successive elections that the polling's been terribly off. 我们从当地民众接受采访的情况，我们就可以看到，美国民众现在完全要求是维护美国宪法的尊严，维护美国每个公民投票的公平的权利。所以说，现在这场维护宪法的斗争，它不过是刚刚开始。拜登呢，也不要高兴得太早，因为当拜登被媒体宣布胜利以后，贺锦丽呢，他就向拜登呢打电话表示祝贺。We did it, Joe. You're going to be the next president of the United States. 听到贺锦丽在电话里面的这个浪笑，你不要呢感觉有什么肉麻，因为对于这种撒娇般的语调和这种放荡的笑声，美国人民呢以后要习惯，因为你们7000多万美国人选了拜登，选了贺锦丽，所以说贺锦丽以后经常会在电视里面对你们这样去笑的。这种笑声，你认为她能代表美国总统，代表美国副总统吗？美国国家就选出这样形象的女人，用这种笑声告诉全世界吗？当然了，很多国际首脑他们率先就赶紧承认拜登。我不知道这些国际首脑是真的他们内心里面记恨川普，还是他们非常希望盼着拜登能够胜选，拜登能够跟他们之间有合作有勾兑。英国首相约翰逊，这个多次被川普总统规劝把他从死亡现场拉回来的这个约翰逊，他首先就向拜登表达了他的致贺，然后他就发表了这个贺信。那么加拿大的特鲁多更是这样，特鲁多比约翰逊的动作还要快，在媒体一宣布拜登当选以后，特鲁多马上就发来了贺信，也就是特鲁多和约翰逊的表现，你就充分可以看出国际间这些国际首脑们，他们之间和美国之间的关系，他们对川普总统的尊重，他们跟川普总统过去所结下的那些友情是多么的虚伪。还有很多西方国家的首脑也把他们的贺电呢在发在路上，我不知道习近平的贺电有没有准备好，多半习近平的贺电很快就会到达，因为毫无疑问来讲，中共是这次最大的赢家。一旦拜登当选以后，那么所有跟中共的这个贸易战很快就会结束，也就是全球化继续会在中国推行，大量的美国企业不但不会撤出，而且华尔街会把大量的资金继续输入到中国，因为拜登要跟中共合作嘛，拜登的儿子跟中共有极大的利益嘛，也就是大量的美国资本继续会停留在中国，扶持中国的经济，尤其是香港人民灭顶之灾就来了。本来美国是打击香港，要从香港撤回所有的美国对香港的特殊待遇，撤回所有的美企从香港撤出。现在拜登执政以后，很可能香港会维持不动。那么这种情况下，中共通过国安法就一下子把香港反抗的浪潮就全部压下去了。至于台湾的话，我多次预测过，拜登在他获得掌权之后，中共会利用拜登这4年中的软弱无能以及跟中共的勾兑，中共会在这4年中，在习近平认为可以攻打的时候，中共一定会武力统一台湾。所以说武统台湾一定会被习近平摆在拜登执政的这个计划中，因此来讲，台湾遭遇战火的这个可能性已经非常非常大。那么同时对中国的这个清算已经完全就停止了，也就是过去中共一直担心
以川普为首的美国和率领全世界各个西方发达民主盟国都要找中国清算，要中共为他自己向全球说出2020年这个武汉病毒的疫情要付出他必然的代价。但是拜登是绝对不会找中国清算的，因为拜登是把所有疫情上的责任推到川普头上的，他从来就没说过中国有什么责任。因此来讲，拜登他不仅仅是不会找中国清算，他还会很快恢复美国加入 WHO， 加入巴黎气候协定，也就是说川普退出的国际组织，拜登会全部回去。那么在这种情况下，也就是国际间毫无疑问来讲，中共是最大的赢家。中共过去一直担心美国要找中国清算，美国要在南海对中共进行军事打击，美国要对台湾征兵，甚至在台湾直接驻防军队，来对中共构成不让中共武力统一台湾的一个天然屏障。而在拜登执政过程中，这一切都无从谈起，并且跟伊朗跟中东的关系，在川普总统执政期间对伊朗是严厉打击的，也就是伊朗根本就没有条件对世界上任何一个国家输出一滴石油。但是拜登来了以后，拜登很快会回到奥巴马路线，跟伊朗和好，甚至给伊朗解冻伊朗所有在世界各个美元银行里面存入伊朗的这些资金。那么中共跟伊朗签订的所谓25年的这个计划，中共就可以马上就实行了，也就是伊朗的石油会源源不断的运到中国，而中共跟伊朗的勾结就奠定了中共在中东做大了。那么中共毫无疑问来讲，是拜登获胜以后，中共是最大的受益者。这是指国际上拜登当选以后所产生的一个重要的影响。那么对美国国内就很简单了，对美国国内，拜登已经说过，他没有瞒过美国人民，他说过他一上台就要对你们加税。Really good shape, right? Really changed your. Well, you did. Well, that's good. I'm glad to see you're doing well already, and I'm good. But guess what? If you elect me, you're not going to have your taxes are going to be raised, not cut. If you benefit from that. 也就是所有美国的工薪阶层，你们就准备好多交税，从你们的钱包里面多拿钱。你们拿钱干什么呢？拿钱的目的就是去养活那些被拜登引进的1000多万的非法移民。他说过，他要在他的任期里面给1100万非法移民，给他们以美国公民的身份。那么这1100万被他们从中东、从世界各地、从阿拉伯国家、从什么索马里、从阿富汗、从叙利亚这些地方引进的这些难民，他们全部要用美国纳税人的钱来给他们救助。也就是说，所有美国的纳税人，你们既然选了拜登，你们就要付出你们的代价，这是你们自己的选择。这是拜登对美国公民所直接告诉你们的，要加税。第二个就是奥巴马的医疗系统，本来川普总统是废除了奥巴马 Care， 就是奥巴马的这个医疗，川普总统认为它非常不合理。它不合理在哪里呢？也就是变成每个美国公民，也就是纳税人，你们必须要花钱去买奥巴马的这个医疗，奥巴马的医疗系统。如果你们不买，那么政府还要对你们罚款。但是那些非法移民，那些享受美国福利的人，他们根本不需要买，他们需要你们买了以后，用你们的钱来照顾他们。这就是民主党的政策。现在拜登会回到奥巴马的这个政策框架之内，也就是说，每个美国纳税人，每个为美国做出贡献的人，你还必须要去买奥巴马的这个医疗系统，然后你要承担更多的钱，你不买就罚款。也就是美国公民你不买反而罚款，那些非法移民他们不用买，然后用你们的钱去养活他们，这就是民主党的政策。至于什么女童12岁性交合法化了，大麻合法化了，毒品合法化了，那些打砸抢烧，把美国的历史描写成罪恶了，把美国的下一代教育成他们仇恨美国，他们要毁灭美国的历史，同时是毁灭美国的未来。在拜登执政中，你都会看得到。这就是美国今天如果拜登当选严峻的事实。所以在这种情况下，所有不愿意美国的民主制度遭到毁坏，美国的宪法制度我们需要维护，我们希望通过公平公正的方法维护美国宪法的方法，最终能够让本轮大选得出一个公平的结果的人，你们每一个人从现在开始起，你们的战斗刚刚打响。好，今天的节目就跟大家做到这里，谢谢大家。